你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派，可你却有7个正派的女帝徒弟，数百年来你为祸世间，所有正派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吓得瑟瑟发抖。如今你被你的7个女帝徒弟联手用诛仙剑阵抓捕，3界直播你的罪恶记忆，要让你遗臭万年。你的大徒弟北冥女帝林若雪盯着你，想知道你到底有什么苦衷？为什么当年你明明收了他为徒，却还要杀他父母，夺走他的家产？可你只是呵呵一笑说道：我认罪，并且从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众人大怒，想要动手杀你。关键时刻，瑶池女帝拦住了大家。她并不是保护你，而是你当年把他父亲打得身陨道消。她要通过神器昊天镜抽取你的记忆，来找到父亲魂魄的线索。很快，昊天镜发出光芒，开始读取记忆。画面中，你的过去开始浮现。爸妈是富商，从小对你宠爱有加，他们最大的期望就是你能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。本来你应该在幸福中度过一生，可一切都在8岁那年被打破了。曾经恩公的儿子林长风来投靠你们家，你的父亲念及旧情，不但将他收作义子，还悉心培养作为接班人。毕竟是恩公家的儿子，不会害他。对于他来说，你是要考取功名做官的，家里的产业就交给义子林长风打理。看到这里，北冥女帝林若雪惊奇地发现，这个林长风就是他的父亲。时间过去数年，本来你一家应该幸福美满，可事与愿违，这个林长风实际上是江洋大盗，杀了恩公一家，假冒成长带后的林长风。他表面憨厚老实，但早就包藏祸心，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控制了家族产业。你的父亲看一切井井有条，还夸他能力强，殊不知他早就买通了家里所有仆人。在一个晚上，林长风杀了你的父亲，那时候的你才只有8岁。你娘为了保住你的性命，只能假装臣服，实际上偷偷把你送出府，之后就挥刀自杀了。看到这里，北冥女帝震惊到无以复加。原来你之后成年回来夺回灵府，只是拿回父母的基业而已。而那些修仙者们也是一脸古怪地盯着北冥女帝，这幽冥魔帝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估计之后滥杀无辜，为祸苍生，也是因为幼年遭歹人所害，留下了心理阴影。家族产业被夺家，被换成了灵府。只有8岁的你心中充满了仇恨。围观的修仙大佬们都惊了，天哪，这还是那个十恶不赦大魔头幽冥魔帝吗？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你逃出城外，被一个修仙者老头给抓了。和你一起的还有同样年幼的7个小孩。老头对你们很好，每天都好吃好喝供着，而且会挑选最优秀的孩子去泡百年一遇的药理。你拼命表现自己，就是为了修炼变强回去报仇。可诡异的是，每过1年时间，同伴就会少掉一个。师傅说他们是学有所成出去历练了，但你却总感觉不对劲。直到3年后的一天，轮到了你。泡入药浴后，你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仙园，而是地狱。原来老头为了炼制高等级的炼体液，一直拿孩童做实验。药池内你承受着撕心裂肺般的痛苦，不过令人惊奇的是，你居然坚持下来了。老头笑了，原来这小子竟然还是个修炼奇才。时间很快过去8年，这些年你每天都在药池内度过，每次快坚持不下去时，都会念到父母的名字。当年父亲被杀，母亲自尽的画面历历在目。这8年，你暗中学习炼药术，还有功法，偷偷达到了炼体境巅峰。终于在一次药浴试验中，你通过服用归西丹，造成了死亡的假象，成功逃出魔窟。昊天境外，众人看到你经历的一切，也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这场昊天境的直播，已经将画面显示在诸天万界3界，都能看到你的记忆。众人纷纷感慨，没想到竟有如此败类存在。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假设，会不会是我们一直都误解了幽冥魔帝？毕竟从目前的画面看来，你根本没做任何坏事。很快有人提出质疑，幽冥魔帝残暴不仁，近1000年来屠戮无数修仙宗门，只是因为反抗你，就被你屠戮殆尽。听完这些话后，大家纷纷赞同。幼年时善良的你，与后来罪孽滔天的幽冥魔帝完全是2个人。画面继续播放，北冥女帝林若雪看着你的遭遇，深有感触。当初她被你屠杀父母，夺了家产，也是一心想着报仇才坚持下来。好在她遇到了那位不知面貌和名字的哥哥，一直保护她，教她修行。她早就对哥哥情根深重，可就在她找你报仇之后，哥哥就不见了。想到这里，不禁有些落寞。她看向昊天镜，接下来你就会与幼年时的他相遇。此时你历经磨难，终于回到故乡，意外发现有一帮恶霸正在欺负一个小女孩，轻描淡写就解决了恶霸。
小女孩就是幼年林若雪，她看着你这么强，缠着你收她做了徒弟，还要求你去她家里住。可到达她家的时候，你愣住了。这个挂着林府牌匾的地方是你曾经的家，而现在的林家家族就是当年杀了你父母夺你家产的林长风。时过境迁，林长风没有认出找到后的你，但在得知你是修仙者后，想从你身上骗取功法。在林家住的这2年，你和林若雪的关系也愈发亲密，可你也越来越痛苦。每一次林若雪笑着叫你师父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愧对死去的父母。昊天境外所有人都能看到你这段时间的挣扎和痛苦，众人唏嘘不已。想不到幽冥魔帝曾经也有这样的一面，而北冥女帝林若雪更是神色动容。原来她当时的快乐一直建立在师父的痛苦之上，但挣扎片刻后，她又醒悟过来。就算她父亲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渣，但她的母亲是无辜的，这份罪孽罪无可恕。昊天境内的画面继续播放。徒弟的父亲林长风为了从你这片去修仙功法，他让老婆下厨，借着送糕点的由头下药迷倒了你。可殊不知，你因为常年泡药浴的关系，早就百毒不侵。你装作晕倒，想看看他们到底玩什么花样。其实他的夫人曾是知府千金，被林长风杀害全家后逼迫下嫁。在一次偶然中，他也发现了林长风这些年害人无数，以前是身不由己，不过现在是时候做个了断了。他先把熟睡的女儿林若雪藏到了柜子里，然后等林长风上门后，用软筋散将她麻翻，再用匕首偷袭。可林长风毕竟实力不俗，还留了点力气，争斗过程中不慎被击中，从此香消玉殒。你这时候想要阻止，可为时已晚。危急时刻，你答应了夫人临死前的嘱托，要好好照顾徒弟林若雪。接着，你对仇人林长风说出了真相。你还记得当年那个被你毁得家破人亡的莫府吗？正巧这时幼年女帝林若雪也醒了，从柜子里出来，刚好看到了父母在你面前流血的样子。林长风自知这次在劫难逃，死之前对林若雪说，是你杀死了他娘，现在要杀爹爹了，让林若雪一定为他报仇。小女孩看到这情况，不信也信了，从此以后离开林府。